我的老板身价100亿，一张冷脸吓退无数追求者。没想到我弟非说自己是穿越的，还当众对着我的老板大喊姐夫。姐夫，正好你们都在，我和你们说我穿越了，我是从2036年回来的。完了，我的职业生涯今天就要结束了。姐夫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你叫我什么？姐夫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林彻，你未来最靠谱的小舅子。你和我姐林芝在2032年结的婚。沈总，对不起，这是我弟弟，他脑子不是，他最近受伤醒来后意识混乱，说话不太正常，我马上处理，不会影响会议继续。姐，我正常的很。闭嘴！你说2032年我们怎么了？沈总，他现在说什么都不能当真。能当真？你们2032年结婚，婚礼在江边那个玻璃礼堂。姐，你哭的妆都花了，姐夫还说你再编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医院做全套检查。林经理，先把你弟弟带出去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项目还没保住，你又来添乱。姐，我真的是从2036年回来的。你听我说一件事，今天有一份确认书要签字，你千万别签。你怎么知道确认书的事儿？因为未来你就是签了它才被人陷害泄密的。姐，你信我一次啊！你先回医院，这件事我自己会处理。签字前看一眼第17页第3条，那不是你写的。那行参数和我记忆中的数值确实不一样。姐，你不信的话，看沈玉白的那块手表，表的背面刻着2个字母 LZ。不可能 ，LZ 可以是任何人。姐，你还认识多少姓 L 名 Z 的人站在他旁边？他大一就认识你了。你不信我，那你先听我说完这3件事。除了手表背面的字母，还有沈一白左手腕内侧有一道旧伤疤。另外，他从大一就开始喜欢你了。不可能是我，你胡说八道！林经理，带你弟弟和我来。他听到刚才我们的对话了。姐，他开始信了。一个高3学生怎么知道第17页参数异常，又怎么知道我的私事？沈总，我弟弟脑震荡后胡言乱语，您别跟他计较。我不是胡说，你左手腕内侧有旧伤，还有你那块表。闭嘴！对不起，沈总，我姐。林经理，麻烦你。这块表是大学朋友送的纪念，跟林经理没有任何关系。明白了，沈总，别说了。确认书暂时不要签，材料复核之前，你不要单独回应董事会任何要求。好，带你弟弟回家，让他休息。姐，他在骗你，那表上明明就是你名字，还有他手腕上的疤，我也说中了，你为什么还不信我？我信不信不重要。什么叫不重要？重要的是，他刚才亲口说了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可是那是假的。就算是假的，那也是他的答案。姐夫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能忍啊？姐，沈总刚说了，复核前不能签。我不签，但我要找一个能让我不签的理由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你送回医院。听说星蓝的蓝心项目要换负责人了，林芝，好久不见。姐，我真的不是添乱。我知道。你先休息，剩下的事我处理。姐，你要小心。你好好休息，不用担心我。
沈总，关于那份确认书，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？上顶层，来我办公室。沈总，您让我不要签确认书，是因为您也注意到了第17页的参数异常吗？这是你提交时的留档。这些我没改过。我知道，你写资料3年，从没在这种地方出过错。那我现在能不能拒绝签字？可以，法务和技术部复核前你不签字，所有责任由我担。沈总，您为什么？对每一个被冤枉的员工，我都会这么做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林经理，如果启耀科技的人联系你，先通知我一声。启耀科技，一家外部科技公司，最近盯我们盯得很紧，在确认书复查结束前，不要单独见他们。另外，所有沟通走正式流程，不要一个人扛。谢谢沈总。沈总，管理层刚发来通知，明早9点召开蓝芯确认书复盘会，要求林经理必须到场说明。通知法务和技术部，明天我亲自参加。谁都别想逼他签。沈总，你说你来自2036年，证明给我看。你说一件外人绝不可能知道的事。你左手那道疤，是大3那年救人的时候留下的，而你救的那个人，是我姐林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继续。但我姐不知道，她一直以为当年救她的人是陆林川。陆林川，你姐的前男友？对，她和他在一起，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。我姐这些年一直觉得自己欠陆林川一条命，所以后来陆林川又回来的时候，她才会被救恩拖住。后来你们在一起之后，你看到过我姐肩后的疤，那是当初被救上岸的时候磕到的。你问她疼不疼，她说早就不疼了。你亲过那道疤，跟她说对不起，那天我应该再早一点到。未来，我和他是什么关系？夫妻。调查2样东西：10年前我学校冬季定向活动的事故通报，以及陆林春当年的活动轨迹。10年了，就算我喜欢林芷，也从没想过把这件事拿出来说，却没想到他竟然认错了人。林经理，董事会已经给了你1整晚时间，现在只问一个问题：这份确认书你签还是不签？在版本流转记录核查清楚之前，我不能签。不能签还是不敢签？林经理，你现在没有证据证明第17页不是你改的，确认书延期直接影响蓝芯后续审批，你不签，就等于默认无法承担项目责任。我可以承担我写过的内容，但我不会替被篡改过的版本负责。既然如此，董事会决定启动项目权限临时移调流程，蓝芯项目由副经理方晨暂代负责人，林经理即刻配合交接。林经理，我也是按流程办事。这份确认书，林经理今天不会签。沈总，董事会已经通过，我撤回。作为项目第一负责人，我行使紧急撤回权。第17页参数存在改动嫌疑，技术部和法务正在核查，在结果出来之前，谁也不准签字。沈总，恕我直言，您是不是因为林经理和您之间有什么？陈总，我提醒各位一次，我和林经理之间没有任何私人关系，但这件事我担保他，签的是我，不是他。看不出来啊，沈总对林经理挺照顾的。沈总只是按规章办事，那林经理最好祈祷规章能一直护着你。沈总，第17页的修改 IP 查到了，
不在我们公司内网，是启耀科技的访客网单。芝芝，小策又跑了。什么？灵芝小姐，林先生离开前情绪非常激动，我们根本拦不住。他一边拔掉输液管，一边一直在念叨着陆林川的名字，说是有件关于陆林川的事，他必须立刻去确认。芝芝，小车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他好端端的去查林川干什么呀？不会，妈，您留在医院，他回来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小车到底要去确认什么？为什么提起陆林川，他会那么抗拒？难道10年前的那场意外，真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？我还记得当时学校组织活动，我一个人拿着地图看路线，一个不注意就跌进了水里。我不会游泳，只感觉身体越来越沉，越来越冷。就在我快放弃的时候，有人救了我。醒来的时候，床头只有这件外套和这张学生证。所以这10年来，我一直理所当然地以为，那个在水底下拼了命把我拖起来的人，就是他。同学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幸好救援队的同学喊急救及时。医生，救我的同学，他人呢？可惜我们赶到的时候，救你那个小伙子已经走了，联系方式也没留一个，就落下这张证件。后来我也问过他那天的事。那天是你救了我吗？都过去了，别再想了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认定是他。之后的一切靠近，我都没有拒绝。哪怕性格不合，哪怕争执越来越多，我心里始终压着一句话：我欠他一条命。如果将来你有需要，我会还。林芝，我从来没想让你还。林芝，是我，陆林春。好久不见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？我听说小策出事了，想来看看他，也想来看看你。我记得你和小车不熟。那我就说实话，我在中心医院斜对面的咖啡厅。林芝，我有件事必须当面跟你说，和蓝心项目有关，也和你现在遇到的麻烦有关。过来坐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我保证不耽误你太久。10分钟。好，我等你。沈总，启耀科技合伙人陆林川刚刚出现在中心医院附近，目标是林经理。陆林川，你想说什么？你还是这样直来直往。林芝，我现在是启耀科技的合伙人。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听我说完，星岚的蓝心项目，有人想拿你当替罪羊，这件事我手上有信息，我能帮你。启耀是不是动了我们的项目资料？资料的事不是我做的，但我可以告诉你是谁。我不需要。林芝，我回来不只是为了生意。那年落水，你一直没有正式谢过我。我跳下去拉你的时候，水很凉；到医务室的时候，你还一直发抖。我在旁边确认你没事了才走。不对，医生和我说过，那个人把我救上岸就离开了。医务室里根本没有旁人。陆林川在撒谎，他根本不是当年在水里救我的那个人。陆林川，那年的事我们以后再说。今天我有约。和谁？
林经理，我让助理找你半个小时了，上车回公司。如果不是陆凌川，那在水里拖住我的人到底是谁？沈总，那年落水的事，学生证上的名字是陆凌川，可救我的那个人，我从来没看清脸。沈总，你认识陆凌川吗？认识，大学同学。那年落水，我也在场。你也在场，你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有人落水，叫了急救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那你为什么提前警告我不要见齐瑶的人？因为商业原因，他是竞争对手。这个理由合理，无懈可击，可我偏偏不信。他又在给一个没有撒谎但没有说完整的答案。沈总，那件夹克是你的吗？我先走了，注意休息。当年那件黑色运动夹克一直没有人来认领，我问过陆凌川，他没说是，也没说不是。可如果救我的人不是他，对了，那件夹克上会不会有什么线索？星兰大学姓沈的人，他说我也在场，他说叫了急救，除了他还会有谁？糖糖，帮我查一件事，星兰大学10年前志愿救援队里有没有一个被叫做沈队的人？普通队员名单大多撤下了，只有部分校内的旧报纸上还能查到。林芝，上次没聊完，现在咱们可以继续聊聊。陆总，林经理，下午3点蓝星项目进度会，你提前把最新技术对接文件准备好。现在就跟我来吧。好的。沈总，下午3点真的有会吗？现在有了。你说，芝芝，我查到了，星兰大学10年前的志愿救援队确实有一个队长，姓沈。当时公开年鉴里写的名字是沈玉白。而且我找到一张他当时的活动合照，照片下面标注的是沈队带队完成冬季定向赛拍摄留念。芝芝，你不是一直说救你的人是陆凌晨吗？那这件夹克……我也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糖糖，再帮我查一件事，当年那场落水事故，医院或者学校有没有留急救档案？我去查。当年的急救接受记录扫描件，我当时的情况信息都在上面。有人写过，有人又涂掉了，是填错了改掉的，还是有人故意不想留下名字？林芝，你不用现在答复我，但这件事对你有好处，看看吧。陆凌川，我说过了，所有沟通走正式流程。如果我问了，他会怎么说？他应该会给我一个带着留白的回答，刚好让我不能反驳，又刚好不够让我确认。唉，我不想再听那种答案了。芝芝，我刚把那份扫描件打印出来，尝试着用测光从纸张背面照了一下，涂掉的地方有字，不过我没看太清楚，只看见第一个字偏旁好像是3点水。我去找原件，明天告诉你。3点水的字是沈，
行，不是只有沈，我不能仅凭心里的猜测就直接认定了，得等明天苏唐找到原件再说。林芝，我们能正式谈一次吗？我说过了，有约。你不想看看我手里的那份配合者名单吗？新兰内部有人一直在配合启耀修改你们项目的参数，这份名单上的人，沈世白都不一定知道。你先说，你想要什么？副经理方辰的名字也在上面。林芝，我把这份名单给你，是因为我不想看着你被人当替罪羊。但我需要你在接下来的董事会上帮我说几句话，不是什么大事。你只要表态蓝星系统可以考虑启耀的联合开发方案就行。陆凌纯，你这是在要挟我。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我更愿意叫它双赢。这份名单你自己拿着吧。糖糖，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我用灯光从背面透照了那个被涂掉的位置，那个名字的第3个字是白。芷芷，能判断是谁吗？能判断。他是谁？我等一下告诉你。我以为自己欠了一个人一条命，欠了整整10年，可我认错了人。那个真正把我从水里拖上来的人，在我身上盖了假壳就转身离开了。沈玉白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次洽谈我能旁听吗？我是蓝星项目负责人，技术细节需要我在场核实。一起进来。沈总，你也看到了，星蓝的系统继续推进，将面临严重的专利风险。陆总，这份方案提到的专利风险，你手上有具体的证明吗？如果有，请提交法律文件；如果没有，这份方案就没有任何价值。林经理，你觉得呢？我认为，首先，他们无法证明我们有侵权风险；其次，没有说明合作完算法归谁；最后，我们没有理由去给别人分好处。沈总，刚才谢谢你。我只是在保护蓝星项目。沈总，当初其实是你救了我，对吗？芷芷，有个人来家里找你，说是你们公司的。他说有一份材料要当面给你，关于你们项目的，我让他在楼下等着，你快回来。芷芷，有人来送这个，我没让他进门。那人穿的挺体面的，说是你同事。林芝小姐，录音笔里是一些对你不太友好的录音，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的提议，否则我不能保证未来这段录音会不会泄露出去。先听听。这是我刚入职时和陆凌川在咖啡馆的对话，而且恶意拼解过，单独拿出来听，像是我在主动向外部人士透露星蓝的技术规划。先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收到了这个。芷芷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公司的事儿，妈您别担心，您先回去。林芝，那次见面，在场的人里有没有你认识的？我离开的时候在门口碰见苏唐，他说他在附近拍东西。他那天有没有拍进去？我需要去问他。去找他，要快。芷芷，那个人是你老板？
刚刚他站在你旁边的样子，可不像是在看下属。如果这段东西被交到董事会手上，我根本没有办法解释，除非……糖糖，明天我来找你，有事。怎么了？见面聊。明天上午，星兰的3楼洽谈制，咱们正式谈一次。陆凌川约我见面，还有他之前给我看过一份名单，说是星兰内部配合起药的人，方辰的名字也在里面。方辰那边我会定，你今天先去见陆凌川，稳住他。坐，打开看看。这是那段录音的文字稿，还有一份合作意向书，星兰方项目负责人写的是我的名字。林芷，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你在意向书上签字，在董事会里表态联合开发方向对星兰有利，我保证这段录音永远不会出现。第二，你不签，明天这份录音和其他证据就会出现在董事会的桌子上。我需要时间。你只有24个小时。芷芷，找到了，3年前那条视频还在，你下班过来看。坐。那天我是在附近拍街景素材来着，应该是11月。这条，我联系一下做音频处理的朋友，完整对话内容应该可以还原出来，最快明天。好，你真是帮大忙了，糖糖，和我还客气什么？视频找到了，音频在处理。好，等你的结果。方辰这边我也在盯着。你这老板回消息挺快的。没什么的，你别多想。收到，法务那边准备好了。沈总让你去一下，服务器机房那边有动静。方辰进了机房，他在销毁数据。看住他。沈玉白，那年救了我之后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什么好说的，人没事就行。谢谢你。我没想到那件夹克你还留着。不久，也就留了10年。沈总，日志提取完了，方辰的操作记录全部保留住了。好。姐，你喜欢沈总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想知道吗？姐，我说过，我是从2036年回来的，我亲眼见过你们结婚。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你喜欢他，只是你一直不敢承认。闭嘴吧你！今天我要去见陆凌春。准备好了吗？苏唐的音频版本和方辰日记，我今天同步给法务了，你放心。还你，我不签。林芝，你想清楚？我想清楚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哪怕不是我救的又怎样？我从来没说过是我。林芝，是你自己一直以为是我。你说的对，是我自己认定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让你承认这件事。你那段录音，我已经找到了原始版本。
还有方辰的事，也正在走法律程序。林芷，你以为把这几件事都处理了就安全了？你根本不知道兰溪项目里最关键的那个人现在站在哪边。随便你，我会奉陪。沈总，谈完了。怎么样？他放言说还有后手，说蓝星项目里最关键的人站在他那边。沈总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我想见你。我现在过来。那个人是赵峰。你早就知道？怀疑了一段时间，但没有实锤。陆凌川今天说出来，说明他准备动手了。那明天的董事会，他会带着赵峰的证词来，我们得先到。我方掌握证据证明蓝星项目存在系统性数据造假，核心操作人是项目负责人林芝。这是蓝星项目技术负责人赵峰的亲笔证词。请董事会暂停林芷的项目权限，等待调查结果。关于陆总的指控，我有3点说明。第一，方辰的违规操作日记已经完整记录了，相关法律程序正在跟进。第二，赵峰的证词我们正在核查，在结果出来之前，单方面证词不能作为暂停项目权限的依据。林芝是被栽赃的。沈总，您对林经理的信任是否有些过于？我对他的信任基于3年来他始终认真的工作态度。任何人质疑他，请先拿出确凿的证据。请继续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沈玉白，这一段时间谢谢你，每一次你都站在我这边。不用谢。不是客气，而是我想让你知道，你对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不是没感觉。我只是一直不确定，你是对谁都这样，还是……我喜欢你，不是从今天开始的。我喜欢你10年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说？怕你有负担。我们走。硬盘里是什么？蓝星系统的核心算法备份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反守为攻。这是赵峰最近3个月的系统访问记录。一场访问3个月前就开始了，频率不高，每次只拉取一小块数据，但连起来看指向极其明确。你早就在盯他了。他带走的不是完整核心算法。我怀疑赵峰有一段时间了，所以他能接触到的那份备份，早就被我替换过。他带走的是假备份？没错，那份假的做得很详细，陆凌川短时间内不会发现问题，等他发现是假的后，就会逼赵峰回来拿。所以我们等的是赵峰回来拿完整补丁。对，那份补丁也是我们设好的局。补丁包里有追踪标记，能够回传信息。赵峰以为在补漏洞，陆凌川以为拿到真东西，但他们真正拿到的是鱼饵。那我们现在不能抓赵峰，抓他只能证明他带走硬盘，证明不了陆凌川接收，也证明不了启耀参与。让他继续往下走，让他以为自己还有机会，也让陆凌川以为他快赢了。早上你说的那句话，我听见了。我需要一点时间。好，我等你。谢谢。不用切我，你慢慢想。你怎么又不休息？姐，我想到了一件事儿，关于赵峰的。在2036年，沈玉白跟我提过这个人。他当年背叛公司，不只是为了钱，是因为他家里有把柄被人捏着。什么把柄？好像和他母亲有关，医疗费、债务。我只记得陆凌川手上有赵峰最怕的东西。赵峰不是铁了心的叛徒，那他就有可能被撬动。赵峰可能有软肋，明天查查他家里。我已经让人查了，明早给你结果。他也想到了。赵峰母亲的医疗费一直是一家贷款公司在出，这家公司背后是启耀。
林经理，沈总现在有客人，可能不太方便见你。是谁？沈家的人，沈怀远先生。今晚等我，有事说。沈怀渊让我停止对陆林川的调查。他说启耀和沈家有一笔还没结清的历史合作，如果我继续查下去，会影响沈家的整体利益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需要时间考虑，但我不会停。沈怀渊在董事会里有票，他会继续施压，而且接下来可能会有人拿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做文章。你需要知道这些，因为如果有一天外部的压力来了，你可以选择先撤。那你呢？赵峰的事我让苏汤查了，他不是为了钱才帮陆林川，是被捏住了。如果我们帮他把这个解决了，他有没有可能会反水？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那我们去见他。你们要我做什么？我已经把你母亲那笔债的债权买过来了，她以后不用再向任何人还钱。我不是用这个要挟你，这是我单方面做的事，不需要你做任何回报。但我希望你知道一件事，陆林川不会真的保护你，他用你是因为你在蓝星项目里有价值。等这件事结束，你是什么结局，你自己比我清楚。等我想想吧，走了。你提前把债权买下来了？什么时候做的？昨晚你说想好了之后，我让人连夜处理的。姐，我想起来一件事儿，在2036年，蓝星最关键的那次董事会上，有一份文件，如果让那份文件进了会议室，你们就输了。什么文件？我不记得了，但我记得姐夫不是输在陆林川手上，是输在那份文件上。小车说，未来那场董事会有一份关键文件，是你输的原因。那就让这次董事会按我们的节奏来。赵峰来电话了，4个字，我想配合，计划启动。标记激活了，文件被传到了一个外部服务器，是启耀科技办公楼的服务器。这条证据链够吗？够了，但现在还不能用。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公开证据，他全身而退，下次还能换个人再来一轮。打掉陆林川不够，必须让沈怀远也露出来。陆林川拿到假文件，一定会推动董事会投票把蓝星开发权转给启耀，沈怀远一定投赞成。他投票的那一刻，就是他暴露的时刻。所以我们等董事会，等所有人站好队，然后一次清算。密封存档，不到时候不打开。芝芝，你帮我问一下沈总，他发给法务那个证据文件夹里多了点东西，应该是他传错了。我截图发你，你转告一下。苏唐说你发错文件夹了，这是什么？你在哪儿？公司。等我。跟我来。从大学到公司，从我还不认识他到我每天和他在同一栋楼里，那张合影是倾斜的，那枚书签是大一做的，我以为早就散了。
他把这些连我自己都忘了的碎片一件件收起来，放了10年。沈玉白，我也喜欢你。林经理，沈家来人了，高层闭门会议，所有项目组负责人必须到场。这份协议第7条写得很清楚，核心项目连续出现泄密、争议、纠纷，董事会有权重新分配经营决策权。蓝心这半年的情况，各位觉得够不够触发条件？玉白，作为总裁，你有责任向全体股东解释。证据我会在3天内提交。3天？沈董，蓝心的问题已经在处理。林经理，你现在是被审查的人。林经理是项目负责人，他有权在会议中发言。玉白，你护人可以，但3天后证据不足，程序自动启动，董事会等你的结果。他现在连自己都保不住。这份协议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半年前。半年前你就知道他有这张牌，你为什么不说？这件事我会处理，你不用卷进来。沈玉白，我不是只能被你保护的人。姐，未来你们第一次分开，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说。我知道，所以这次不会。还有，我想起来，陆林川在董事会上用的不是硬盘，是另一份东西，一份从公司流出去的文件，跟蓝心架构有关。谁给他的？不确定，但肯定是公司的人。我知道去问谁了。赵峰，你之前交给陆林川的只有那块硬盘吗？还有其他的就现在说，等到董事会上被人拿出来，谁都救不了你。还有一份关键接口文件，我单独传给陆林川的中间人的，我一直没敢提。那份文件是我最早传出去的，比硬盘还早。我怕说出来你们不会再信我。什么接口文件？蓝心早期的核心架构接口。那份文件如果被拿出来，可以让启耀声称他们比星兰更早接触过这套架构，等于反咬你们抄他们的。那份文件有完整的开发时间记录吗？我传出去的是中间版本，没有开发日志。如果你们能拿出比它更早的源头记录，就能证明它是从星兰流出去的，不是启悦先有的。我们有。还有别的吗？没了，就这2样。好，董事会上你照计划来就行，剩下的我们处理。疗养院周边我安排了人，你安全。赵工，来看阿姨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疗养院那边已经处理好了，赵峰没有动摇。股权协议我半年前就知道，沈怀远会用它来逼宫，我也提前预判过。他们那些人的动作我都盯着，我以为不让你知道就是保护你。我错了。沈玉白，以后要不要让我知道？不该由你一个人决定。不会了。陆林川拿出接口文件的时候，我们不能第一时间反驳，要先让沈怀远来投票，他投完赞成票才是他暴露的时刻。所以你宣布假失败之后，要让他们至少有12小时去准备，时间越充裕，他们越放松。明天内部会上我来说。给你的，提神，8点有会。经过反复核查，蓝心专利窃权的关键闭环材料目前仍有缺口，我们需要更多时间，马上就可以收网了。各位，我今天代表启耀科技提交一份关于蓝心项目技术归属的异议报告。这份文件证明蓝心并非星兰独创，建议董事会暂停自主开发，接受启耀联合接管。我同意。鉴于林经理昨天已承认确权材料无法闭环，我提议按投资协议第7条启动股权稀释，我投赞成。陆总，
你确定你手里那份接口文件是完整的吗？赵峰先生，请你告诉在座各位，你的证词是怎么来的？我之前的证词是被胁迫的。陆林春通过控制我母亲的医疗名额逼我配合，那份硬盘数据不完整，他知道，我也知道。赵峰明显被收买，早了7个月。那接口文件呢？陆总手里那份只是开发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版本，他被截取过，没有前置日志，没有完整链路，他什么都证明不了。以上证据形成完整链条，证明启耀科技系统性窃取蓝星核心技术。还有一件事，沈怀远先生不是被误导，他是主动借陆林川之手逼宫，目的不是保护沈家利益，是取代我。把我当枪使，沈怀远，你比我想象的更恶心。玉白，你做的不错，这一局你赢了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你知不知道刚才在里面我有多怕你撑不住？有你在，撑得住。就亲额头。等了10年，值了。少煽情，走了，还有事要收尾。好。苏唐，我刚才眼花了，什么都没看到。你少来！我就是来送个文件，怎么还搭了一嘴狗粮？启耀那边法务函今天发出去了，陆林春被限制出境。沈怀宇的投票权昨天正式冻结了。方辰呢？移交司法了，上周的事。赵峰他妈转院手续办好了，苏唐说恢复的不错。兰溪确权材料也提交了，专利壁垒重建完成。这条路我好像认识。你带我来这里？那天我在岸边做安全侦查，听见水面有动静，跑过去，看见有人在挣扎。然后你跳下去了。水很冷，你已经快没意识了。我从后面拖住你，把你拖上岸。上来之后，我把夹克盖在你身上，确认你还有呼吸。然后呢？然后听见远处有人跑过来，我就走了，没留名字。为什么走？人没事就行，名字不重要，我也不打算携恩图报。那你什么时候知道我名字的？当天晚上，查了学校活动名单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忘掉过。10年。10年。姐夫，你来啦！进来吧。苏唐，快来吃饭了。你怎么了？姐，干嘛？苏唐姐是我未来老婆。你别说出去，别说出去，我也是刚想起来的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没有什么。早点睡。姐，你笑得好傻。闭嘴！不管2036年会变成什么样，至少现在这一刻是对的。